家早安，欢迎回到最旅宿，我是咪边。上次有和大家分享札幌2天1夜的市区推荐行程，那除了美食还有景点之外，购物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啦。这集就带大家从札幌车站出发，帮大家整理了札幌市区主要的几个购物区域、重点店家，还有地图位置。作为北海道最大的城市，札幌当然就是大家来北海道购物补货的首选之地啦。而且其实札幌它的商圈是非常集中的，所以你只要掌握店家的情报，还有地图位置，也可以在1天之内用最有效率的方式买齐你所需要的东西哦。今天讲解的范围主要会从札幌车站到地铁博野站之间，购物区域可以分为3大区，分别是札幌车站周边、札幌地下街区，还有里小路商圈。第一区札幌车站，大多数的旅客会从新千岁机场搭乘 JR 抵达札幌车站，因此如果冬天你有缺手套、围巾、雪靴之类的御寒用品，一到札幌马上就可以在这里先买齐啦。那如果你下了飞机肚子很饿，想要先吃饭，这区也有很多餐厅可以选择哦。第二区地下街有暖气与空调，就算遇到暴风雪也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品牌规模不如札幌站商场这样集中，但是呢，不论是作为下雪或是下雨的对策，或者是你想要提升在市区点与点之间步行移动的舒适还有乐趣，札幌地下街一定是一个好选择啦。第三区里小路商圈，虽然它是在室外的商店街，但全长900公尺都是有屋顶拱廊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天气不好。这边可以说是各大药妆品牌的集散地，很适合想要快速扫货，或是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药妆零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讲解以上3区的地理位置和店家特色吧。札幌车站除了是大家进入札幌市区的门户之外，如果你非常喜欢日系的潮流品牌或者是香氛、杂货，这里一定不能错过。因为光是在 JR 札幌车站以及地下铁札幌站之间，就已经有4大非常好逛的购物商场，分别是 Stella Place、大丸札幌店、阿皮亚地下街，还有东急百货。那接下来就实际带大家走一遍，怎么样最顺畅吧？那我们从 JR 札幌站首先出来，往南口的方向走，出现在左边的就是 Stella Place East， 出现在右手边的就是 Stella Place Center。East 和 Center 互相连通，从 B1 到6楼集结了服饰、生活杂货、书店、咖啡厅，可以说是札幌最有流行感的空间。East 有许多人气服饰品牌，像是 Beams、Ingood、Urban Research、ABC Mart。1楼呢有日本生活杂货弗朗，4楼则有最受女性欢迎的美妆天堂 Atocosme，5楼有连锁大型书店三省堂，6楼呢则有1整层的无印良品。而 Center 的 B1 聚集了许多日本知名的香氛品牌，而且都是北海道唯一的店铺，像是 Musha、Balm、Atoaroma， 当然还有来自北海道非常有人气的 Shiro。4楼的日系服饰有 Nano Universe、Hale、Genesis 之类的。5楼呢有人气 IP 专卖店，像是 Moomin Shop 还有 Disney Store。6楼主要是餐厅，有非常有人气的根式花丸寿司，还有天马咖喱。从这里往西走，会直接连通到大丸百货。大丸它整体的氛围就更加的成熟稳重，楼层从地下1楼到8楼，以化妆品专柜、国际精品为主，是比较典型的日式百货公司。那其中在8楼有宝可梦中心，在地下1楼也可以买到非常多厉害的伴手礼，像是六花亭、北果楼、Letao、Hinotoya。接着可以从大丸的 B1 直接走到阿皮亚商店街。另外，阿皮亚最好认的地标就是这个车站前的玻璃锥，也可以从这边进入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阿皮亚。阿皮亚是一个很大的地下街区，一样是分为 Center 跟 West。Center 以时装杂货为主， West 则是以美食餐厅为主。Center 的服饰品牌包括 Loris Farm、Nico Ant， 还有 Earth， 另外也有生活杂货，像是 Three Coins、Natural Kitchen， 还有三丽鸥的专卖店。我们现在要从阿皮亚直接走去东急百货，它这边可以直接连接过来。会先看到这里有一间 Earth Music Ecology， 那再继续往前走，
体百货非常符合家庭旅客的购物需求，整栋从 B1 到9楼都非常的精华。地下1楼设有熟食和伴手礼的专区，5楼、6楼则是札幌唯一的 Big Camera， 7楼有 Uniqlo、GU， 8楼则是日式生活杂货 Pants， 别忘了来这里挖宝哦。札幌地下街区串联地下铁札幌站、大通站还有博野站，主要由3条组成。札幌站到大通站之间的 Chikaho 地下街，大通到札幌电视塔之间的 Odora Town， 还有大通站到博野站之间的 Pole Town。我们现在是在地下铁的札幌站，那其实从地下铁的札幌站到大通站之间是可以走一个地下通道过去的。那它的位置就沿着出口11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一个Chikaho地下街。那我们沿着这个Chikaho地下街走，完全不需要上去到地面。路途中还看到了这间大通 Bise， 那它1楼有一个 Seiko Mart， 就是北海道的超市。那它里面也有贩售很多伴手礼或是双麒麟。大通站到了。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通站就是札幌最热闹的地方，那它也是3条地下铁交汇的地方。以大通站为中心，这里有相连的2条地下街，分别是现在我身后的 Odora Town。那沿着这条地下街往东走，走到底就会看到札幌电视塔啦。往南走还有一条地下街，就是我身后的 Pole Town。南北向的 Pole Town可以看到像是薛下屋、Three Coins， 还有许多甜点餐厅。非常推荐可以吃看看北海道第1名的双麒麟 Hinotoya， 还有使用北海道小麦制作的企鹅面包店。那在进入 Pole Town 之前，左手边可以看到札幌3月的入口哦。札幌3月以精品化妆品为主，另外呢也有 Uniqlo 还有 GU。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日系传统百货的氛围，或者是想要选择一些比较高端成熟的品牌，那一定就是札幌3月莫属啦。好，那从 Pole Town 走进来的第一个出口，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在我左手边的就是这个 PARCO。PARCO 当然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商场啦，因为它里面汇聚了众多流行女装品牌，还有日系杂货，而且在地下1楼还有吉伊卡哇专卖店。那札幌 PARCO 它的客群则比较年轻，主要以潮流品牌还有 IP 专卖店为主，像是 Jump Shop、巷子共和国，还有七卡哇浪斗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哦。另外，它的1楼也是北海道唯一一家鬼冢湖的直营店铺。5、6楼呢有无印良品，7楼则有日本最大级的实体唱片专卖店 Tawareco。那另外呢，在我左手边的这个出口，会看到一个2025才开幕的Yonpura，算是非常新的一个设施，也是汇聚了众多美食跟店家，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逛逛看哦。沿着 Pole Town 继续往下走，就会来到了很有名的李小璐啦。那在我的左手边是李小璐的1、2、3丁目，右手边是李小璐的4、5、6、7丁目。继续往南走，就会抵达博野站。那以上就是 Pole Town 的范围啦。最后是非常有名，来到札幌必逛的李小璐商店街。如果不是走地下街的话，也可以搭乘市电在李小璐站下车，或是从博野站步行可以抵达。横跨1丁目到7丁目，每一个丁目逛起来的氛围都不太一样。1丁目是东侧的起点，有一些老字号店铺、咖啡店，也有像是 WeGo 这样的潮流品牌。2丁目开始呢，就进入人潮比较多的区域啦，有一间大间的 Daiso， 还有一些基本服饰、日常用品店。3、4、5丁目则是最热闹的核心区域。随处可以看到各大连锁药妆店，像是松本清、札幌药妆、大国药妆等等，也因此呢，它的价格竞争比较激烈。想要大量扫货的人可以先比价看看。4丁目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 Mega 唐吉诃德，虽然非常方便好买，但是呢，也有非常多的观光客，所以如果你是要免税的话，记得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排队时间哦。值得一提的还有位在3丁目入口的 Moyuk Sapporo， 它是2023年才新开幕的复合式商业设施。2楼呢有高级版的大创 Standard Product， 3楼有杂货文具专卖店 Loft，4到6楼则是隐藏在都会中的超美水族馆 Ao Ao Sapporo。
逛累了就可以上来这边看看疗愈的企鹅，放松一下啦。除了药妆店之外，沿途也可以看到 ABC Mart， 还有扭蛋店、六丁目，还有汤咖喱、沙玛、拉面、吉山商店、成吉思汗烤肉等热门餐厅。七丁目呢，则是比较有昭和怀旧风情的小巷，虽然不像中段那么商业化，但非常适合想要一些怀旧感、不同氛围的旅客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札幌购物路线，三大区、札幌车站、札幌地下街区、李小璐商店街，就分享给大家参考啦。希望能帮助你安排最适合自己的购物路线啦。如果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